你们要的豪爵 TR300的测试终于来了，因为我测试无极 CU525的时候，评论区呢太多人要求我测 TR300了，这一期呢它就来了。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呢？结果呢可能会让大家失望哦。它就是一台很平庸的车子，最大的两个优点就是省油和舒适，品质和亮度呢短时间没办法测，但是那么保守的调教应该也不会差。100公里加速 9.1秒。300的排量 21.5 千瓦，200公斤的车重，跑到 9.1秒也是意料之中。在我的排行榜中排名第129位，比 DR300 要慢，但是要比 GSX-250 要快。这个平台的机子包括250，调教呢都是很保守的。从后面我测试的油耗下限也能看得出，它居然跑出了 2.15 升的油耗。同样的方法测试呢，无极 CU525 是 2.73 升，而赛克龙 RA401 呢是 3.3 升。不过呢，那些排量要更加大，性能要更加强，极速呢也要更加高。豪爵的 TR300 我测出来的表显极速是151，GPS 呢在143左右，而且是有点顺风的情况下才能跑出来的。正常极限就是146到147，GPS 在138左右。这台发动机震动表现如何呢？它有两个震动比较大的区域，5000转到7000转，然后是9500转之后，这两个区域的震动呢是相较于其他的转速来说是会明显一点的。我们看一下小水杯的测试，这个呢更加直观和客观，而且其他车型也是这样的测试，大家直接拿来对比就行了，尽可能把主观的测评呢转为客观，因为主观的测评呢，不同人的认知和理解有不同的说法。大家参考起来呢就比较麻烦了，还要多进行一个筛选的步骤，筛选出哪个说的真，哪个说的假。TR300 从页面的震动来看，也是主要集中在5000转到7000转。刚才我试的5档5000转到7500转，它震动也是比较大一点的，6档也是，4档也是，它跟转速有关的，它跟速度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说它这个震动对于300排量来说还是稍微有点大的。因为春风40那台震动就比它这个小一点，特别是10000转之内的震动，春风40那台要比这台要小一点，那台是450的排量。而且我还说一下这台车的车架，这台车的车架纵向车架是可以，横向的车架的强度呢就稍微欠缺一点。而很多车呢，450排量的复古巡航车呢，从这里就开始分了，分两个管直接过来的，直接过来，它这里从这里才开始分两个管才过来的，所以说我猛打方向盘的时候，总会感觉它会前后会有点跟不上，就激烈驾驶的时候，特别是你弯中倾斜幅度大一点，过些小的颠簸的话，它会有点扭曲的。也就是说车架强度没有那些450啊、500啊那些复古巡航的车要强的，不过那些车的动力也要强，那些车基本上都是5秒多加速了。这台车我测出来的100公里加速是 9.1秒，然后刹车60到0的刹车距离呢是 16.2米，所以说它的动力性能、刹车、车架也就是9秒级别的车子。2万多的其他的巡航车呢是5秒多的车子，它车架、刹车基本上是匹配的过来的。这个刹车的制动力是比较一般，但是呢它比较细腻，它捏的话就有一种精致感、细腻感在。前段软是有点软的，后刹车也是一样，都要比那些其他品牌的要细腻。这个离合器也是，挂档也是，挂档的质感也是比较润的，所以这些是好的地方。而且这台车的减震、阻尼和预载都要比那些450排量的要软，过些小的颠簸更加舒适一点。但是速度快的话，稳定性呢会没有那些车子那么强。至于说哪些车子吧，就无极、525、春风、CLC、赛格龙也是运动性能是比较强的那个减震，我估计它直接拿仿赛的减震怼上去的，所以说那个预载是比较硬的。可能是复古巡航的车子吧，它重心更加靠后一点，而仿赛更加靠前一点。仿赛那个减震的预载在仿赛上面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呢放了复古巡航车重心更加靠后呢，它就有点偏硬了。这台车的前后减震呢很舒服，
如果这台车的减震设定放在5秒级别的，可能就不太实用了，太舒服，稳定性会稍微欠缺一点的。而且这台车的座包它很宽，而且又很软，要比上面我说的那几台要舒服一点。发动机的运行声音呢？这台车的设计和总体的调教呢是比较中庸的，性能呢比较一般，震动呢也不算最优秀。难道这台发动机最大的优势就只有品质了吗？接下来对这台 TR300进行最重要的油耗测试。